從沒見過這麼牛逼的男人。別人荒野是吃了上頓沒下頓，而肖恩不僅吃上了鐵鍋燉大鵝，還搭建溫室大棚，實現了瓜果蔬菜自由。創業失敗的肖恩背負了巨額的債務，還清欠款後，決定到野外建造個小木屋度過餘生。硬核的他，無論是砍樹、剥皮還是挖地基，都只使用手動工具。為了方便後期的搭建，他先將原木拖回後院加工處理，通過墨斗在原木上彈出筆直線條，沿着標記将原木对半劈開，用來搭建墙體的底座。而作為木刻稜房，原木上必須砍出相應凹槽，通過圓規精準畫出曲線後，首先用锯子進行裁切，再交由奔凿斧具精雕細琢之後，才能牢牢拼接在一起。由于肖恩不喜歡原木上的螺旋紋路，有一點點強迫症的他必須拿來刨子把原木表面處理光滑。等他把所有搭建的材料都處理好，已經過去了2個半月。為了確保在安裝時能按部就班，在拆卸時每一根原木他都耐心地寫上編號，接着才將原木搬運到宅基地，準備後續的搭建。為了能夠一房傳3代地基的防腐措施必須做到位，不走尋常路的肖恩先在地上挖個坑埋入鐵罐，然後在鐵桶底部鑿出幾個小孔扣在上面，再往鐵桶裡面堆滿富含樹枝的松木片後，上面直接點燃篝火。經過2個小時的高溫之後，內部的松木已經變成木炭，而埋在地下的鐵罐則收集了滿滿的松木焦油。經過防腐處理的方木鋪設在宅基地上，內部再用砂石找平，接着便可以開始搬來處理好的原木往上壘砌。由於木材肖恩已經事先處理好，只需經過細小的微調就可以直接組裝起來。而為了讓牆體更加的堅不可摧，每往上搭建一層都要用鋼筋進行加固。隨着牆體越壘越高，身手依然矫健的肖恩免不了爬上爬下，但工地安全无小事，為了方便後續木材的搬運，先給木屋開個大門就顯得很有必要。肖恩經過測量之後，在牆體釘上木板進行定位，然後抄起鋸子直接對着牆體開始霍火。有了木板的加持，絲毫不用擔心鋸子會跑偏。忙碌一天的他，此時急需補充一點卡路里，於是這老小子直接扛上超往前去打野。不得不說，加拿大的野區資源就是豐富。沒一會兒功夫，肖恩就扛回了3隻肥美的鵝。給他們寬衣沐浴之後，肖恩拿出了祖傳鐵鍋，加入生命之源和調料，架上篝火，直接開啟鐵鍋燉大鵝。鵝汁大一鍋根本燉不下，機智的肖恩隨即開發出了燉烤雙拼的吃法，撒上靈魂調料後，剩下的就交給時間。期間肖恩也沒有閒着，他搬來更多的木材，繼續搭建木屋的閣樓。先在牆體原木上鋸出卡槽，就能將方木牢牢地卡進去，作為閣樓的橫梁。隨着天色漸晚，肖恩在木屋內拉起帳篷，搭建出臨時住所，再用木板拼湊出一張舒適大床。搞定之後，就可以開始享用他的美食了。切下一塊烤鵝塞入口中，鮮嫩多汁，直擊味蕾。麵包片裹滿湯汁，那滋味簡直蓋了帽了。次日一早，肖恩又繼續木屋的搭建，延伸出去的原木正好作為門廊的橫梁。而為了方便，肖恩還用方木制作了一個木梯。接着他在牆體上支稜起一個3角屋頂的框架，然後沿着框架依次往上壘出山牆，同樣是每往上壘一層原木都打入50公分的鋼筋加固，最後沿着框架將多余原木全部锯掉，呈現出屋頂的3角造型。另外一堵山牆也同樣如法炮制。在開始封頂之前，為了更加的牢固，肖恩還要在房子中間加上一根柱子，通過水平尺測量確保垂直之後再鋸出凹槽。嵌入方木密封閣樓地板的同時，牢牢將立柱進行固定。接着他将立柱頂部鑿出插銷，再安裝上一個托盤，然後便可以將屋脊大梁牢牢地架了上去。由於整片山林都是他的，木材使用這塊主打的就是一個鋪張浪費。在密封屋頂時，直接省去了傳子領條部分，雙層錯開的方木板鋪天蓋地的往上直呼，底部再做上精美的包邊，木屋的雛形瞬間就出來了。還沒來得及高興，肖恩就發現附近有黑熊出沒。為了不讓驚喜變成驚嚇，今晚肖恩只能轉移到閣樓上過夜。接下來他將繼續完善屋頂的防水工程。隨着木屋已經封頂，肖恩淘來幾個2手窗戶準備安裝。由於搭建牆體時兩側並未預留窗框，這就給了他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。肖恩先在牆上規劃出窗框的大小，然後就掏出斧具，撲哧撲哧一頓瘋狂輸出。完事後再釘上木板加固好牆體，接着就可以把玻璃窗給扣了上去，四周塞入木片固定好，最後再用木板給它做個精美包邊。另外一扇窗也是如法炮制，就是看這窗框明顯開得太高，但其實這是肖恩有意為之，畢竟後期想擴建個廚房衛生間什麼的就非常的方便。最後他再把前門旁的窗戶給安裝上去，這契合度簡直就是量身打造的。接下來這老小子又開始了他的騷操作，只見他先點燃一堆篝火，然後把捆好的木板插在了火焰上方，利用瑞典火炬爐的原理，讓木板快速燃燒，使表面達到碳化。完成一面之後，把木板拆開重組，繼續碳化另外一面，這效率直接就翻了3倍。接着肖恩先給屋頂鋪上一層防水布，然後釘上碳化處理好的木板，
縫隙處再用方木條進一步密封好。而為了方便後續壁爐的安裝，肖恩在屋頂上鋸出了排煙孔的位置，將壁爐排煙管道提前安裝到位後，才繼續給另一面屋頂的安裝木板。就这屋頂的用料和質量，在这荒野界還有誰？很快就迎來了今年的第一場雪。為了能溫暖地度過整個寒冬，給木屋安裝一個溫暖的壁爐就非常有必要。肖恩先用方木在門前圍出一塊區域作為底座，然後往裡堆滿大大小小不要錢的石塊，用沙子填補縫隙後，再將其夯實。接着，肖恩又去挖來一車粘土，均勻地抹在底座上，這就是鋪設地板的野生水泥。完成之後，才搬出壁爐這個老演員。沉重的壁爐直接把肖恩整得滿頭大汗。梳理好煙囪後，再將壁爐組裝好。接着就可以點燃壁爐檢查排煙效果。經過一天的體能消耗，肖恩急需搞點黑暗料理補充卡路里。隨着炊煙緩緩升起，這荒郊野嶺瞬間就多了一絲人間煙火氣。由於目前牆體仍到處漏風，為了緩解冰火兩重天的尷尬，肖恩趁大雪到來之前薅禿了方圓10里的苔蘚。在荒野，這就是填補牆體縫隙的絕佳材料。給牆體塞滿苔蘚之後，再掛上一張臨時的門簾，木屋的保溫性就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但在森林用火可不能有意外，為了下半輩子不吃公家飯，在壁爐後裝一塊鐵皮絕緣就非常有必要。防火做完，防盜自然也不能落下。雖然目前還是家徒四壁，但在附近頻繁出沒的黑熊可不是吃素的。只有裝好厚實的門板，才能讓肖恩高枕無憂。做完了面子工程，室內裝修也同樣重要。肖恩搬來木材，先沿着牆體釘出地板的龍骨，嚴謹的他必須用水平尺精準測量，確保其達到同一水平。為了使空間利用最大化，只見肖恩先在地上挖了個深坑，他準備在這裡打造一個儲物箱。嚴謹的老頭依然嚴謹，哪怕是埋藏於地下的箱體，也絕不允許有絲毫偏差。經過一頓敲敲打打後，制作出箱體。接着拿來水泥填補在周邊的縫隙，澆上一盆冷水就完成了儲物箱的硬化。隨後肖恩繼續把剩餘的龍骨搭建好，再拿來經過碳化的雪松鋪上去作為地板。而作為頂級荒野教父，邊邊角角的地方都要經過特殊處理，力求做到嚴絲合縫，讓鋼筋也挑不出半點毛病。最後再用剩余的邊角料給儲物箱制作個蓋板。搬來親手制作的家具後，現在我只想對肖恩說一句：啥時候從我家搬出去？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肖恩打算建造一個豪華茅房。他先在地上挖出沤糞的深坑，接着用方木釘出方形框架，架上馬桶就得到了茅房底座。接着將事先制作好的牆體框架給支棱起來，然後就可以拿来木板搭建出牆體。咔嚓掉多餘部分之後，再用木板密封好屋頂，以後哪怕室外狂風暴雪也能優雅的如廁。考慮到附近有黑熊出沒，為了防止在關鍵時刻這個老六搞偷襲，裝上一扇門板後就非常有安全感。由於下了幾天小雨，導致門前泥濘不堪，擴建木屋的門廊就非常有必要。只見肖恩先用原木圍出門廊的大小，往裡填上礫石進行找平之後，再拿來2根原木埋在中間作為龍骨，接着就可以直接在上面鋪上木板搭建出露台。完成後，再把他之前制作的長凳搬到窗前組裝好。沒事時坐在門前喝茶曬太陽，別提有多巴適。由於之前制作門板時比較倉促，門板與門框之間有着很大的縫隙，為了提升木屋的安全性和保暖效果，肖恩果斷將舊門給拆了下來，然後再把重新定制的新門板給安裝上去。這新換上的門板看起來就更加厚實。接着肖恩還自己 DIY 了一個門把手，你以為這就完了？沒想到他接下來的操作才是王炸。只見他拿來一張小牛皮，直接就給整扇門板裹得嚴嚴實實。現在這密封效果就保證不会再走漏半絲暖氣，而拆下的舊門板也不能浪費。肖恩來到樹林，找到一棵被大雪壓垮的小樹熊，將其鋸成幾節帶回了家。在經過他巧手的一頓加工後，淘汰門板摇身一变就成為了一張高端大气的乾飯桌。由於牆縫裡的苔蘚乾燥後，只要輕輕一碰就有大把的灰塵往下落。肖恩決定給牆體做個美縫，先往苔蘚裡加入收集的草木灰，再注入生命之源攪拌均勻，就得到了粘稠的野生填縫剂。肖恩先一坨坨的往牆縫上扒拉，再通過小鏟子刮平，嚴謹的他每一處肉眼可見的縫隙都不放過。趁着還沒乾燥，拿來濕海綿沿着邊緣擦拭一遍，使其與原木之間的連接更加的自然。覺得家裡還是太過空曠的肖恩，又把目光瞄準了飯桌旁的牆角，通過精準測量之後，便開始在牆上敲敲打打。
作為頂級木匠，邊邊角角的地方都要經過特殊處理。接着才搬來木板，開始對沙發底座進行密封。為了增加儲物空間，釘上皮革作為荷葉，制作出可以開啟的蓋板。鋪上墊子後，就得到了一張舒適的沙發。今天許久未見的妻子前來看望他，為了一起度過一個浪漫的周末，肖恩果斷暫時放下手中的活，帶上露營裝備和妻子來到湖邊。此時湖面上已結了層厚厚的冰。作為南方小土豆，真想上去溜一圈。他們先將帳篷給支棱好，然後再找來樹枝把柴火爐點燃。畢竟在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裡露營可不是鬧着玩的。簡單的吃過午餐之後，肖恩用冰鑽在湖面上打了個洞，掏出魚竿便開始了沉浸式釣魚。快樂的時光總是如此短暫，隨着夕陽西下，收穫滿滿的他們也是時候收工回家。回到家，肖恩先將魚給處理好，裹上一層面粉後煎至两面金黃。夫妻倆一邊享受美食，一邊唠着家常，讓這木屋多了從未有過的歡聲笑語。為了今後能優雅的做飯，肖恩再次對小屋的配套進行升級。他先将牆體刷洗乾淨，然後制作出櫥櫃的3個底座，接着用木板定出90度的包邊，安裝上去之後，再用木板拼接出櫥櫃的桌面。用干饭盘給台面描繪出圓弧的造型，然後沿着曲線進行切割。現在這桌面就更加的符合人體工程學。為了增加儲物空間，吊櫃當然必須給安排上。作為頂級木匠，只見他將木板看似隨意的拼接，就拿捏出了規整的櫃體。而作為櫥櫃，怎能沒有水槽？只見肖恩通過精準測量後，在台面上鋸出了水槽的位置，再用木板安裝一個牢固的底座，接着搬來一卷銅板，開始手工打造水槽。首先將銅板裁剪出適合的大小，分別將4個角剪掉後向上彎折90度，就得到了一個方形的水槽。扣入底座，這大小高度剛剛好。原本以為漏水問題無法解決，但肖恩接下來的操作着實出乎我的意料。只見他拿來燒紅的烙鐵，將錫條對着水槽縫隙一頓焊接，這又是木工又是焊工的，真不知道還有啥是他不會的。完事後，底部再剪出個排水口，把排水管道給裝好擰緊，扣入底座後加水測試，簡直滴水不漏。就這手藝足夠吊打所有荒野達人。你以為這就完了嗎？只見肖恩又拿來銅板掰成90度，將原來的木質包邊全部給包裹起來，然後再拿來事先制作好的台面覆蓋上去，鋸出相應的水槽孔後，再將邊緣打磨圓滑。不僅如此，肖恩還安裝了一個手動抽水泵。現在這櫥櫃誰看了不迷糊？隨着夜幕降臨，忙碌一天的肖恩急需補充一點卡路里。他將處理好的魚切成2半放入鍋中，撒上各種靈魂調料，再加幾片檸檬去腥，然後還往裡加了一些五穀雜糧，注入生命之源後直接放在壁爐上小火慢燉。期間，肖恩還給窗戶安排了一個限量版的窗簾。這款式你就說行還是不行吧？經過半小時的燉煮，肖恩的秘製魚飯終於出鍋。這黑暗料理估計一般人也很難駕馭。隨着氣溫的逐漸回升，肖恩常去釣魚的湖邊出現了壯觀的推冰現象。這也預示着到了採集桦樹枝的最佳時期。只見他拉着裝備走進樹林，在楓樹上鑽孔後，將專用的插管釘入楓樹的大動脈，掛上小鐵桶，用來收集源源不斷的楓樹枝。接着他用石塊在门前壘出一個篝火坑，然後便開始逐一的将收集到的桦樹枝匯集到更大的鐵桶裡。雖然每一桶收集的量並不是很多，不過好在雨露均沾。接着，肖恩搬出一口大型方鍋架在篝火上，然後将過濾掉雜質的楓樹枝倒入鍋中熬煮。沒一會，芳草香便在四周彌漫開來。肖恩忍不住接了一杯品嘗，不含任何科技的純天然飲料，簡直不要太爽。但這麼多的楓樹枝一次肯定是喝不完的。為了更好的儲存，肖恩決定將它們熬制成楓糖漿。他先拿出高壓鍋將玻璃罐高溫消毒，然後將煮開的楓樹枝再次過濾後倒入較小的方鍋，架在壁爐上小火慢熬。最終40加侖的楓樹枝僅得到1加侖的楓糖漿，然後趁熱將它們倒入玻璃罐中封裝保存。為了犒勞自己，肖恩拿出麵包切片，裹上雞蛋液後放入鍋中煎至兩面金黃。
同時將壓箱底的五花肉也煎得噗噗冒油。裝盘之後，再澆上一勺滾燙的楓糖漿，色香味俱全，與咱們的秘制叉燒颇有幾分相似。但在壁爐上做飯總歸不太方便。接下來，肖恩打算建造一個戶外廚房。隨着春天到來，冰雪早已沒了蹤影，肖恩的建造基因也抑制不住躁動。他在屋前規劃出廚房的地基大小，掃清一切障礙後，便沿着標記挖掘基坑，掘開表層土壤，底部全是幾百斤重的巨石。肖恩給鋼鉗注入洪荒之力，才能將其撬動。嚴謹老頭對每個基坑深度都要精準拿捏，絕不允許有1毫米誤差。而防腐措施，掏出火槍碳化立柱只是基操。將其分別插入基坑之後，縫隙再用調配好的混凝土夯實，注入生命之源，就完成了立柱的浇筑。頂部再釘上木板，連接成一個整體。等待凝固後，肖恩借鑑榫卯技術，在立柱上方鑽出榫槽，通過木销將橫梁牢牢安裝上去。而為了方便高空作業，肖恩先搭建出牢靠的脚手架，再利用滑輪組往上搬運搭建的原木。經過嚴謹測量後，鋸出凹槽，將所有橫梁給安裝到位。接着又在橫梁中央鑽孔，用來安裝屋脊。他先在地面上預製出屋脊後，就可以搬運上去進行組裝。有了屋脊的支撐，接下來自然是搭建屋頂椽子。從用料的扎實程度可以看出，對於幹飯這件事，肖恩有多重視。完事後才搬來木板對屋頂進行密封。由于屋脊的斜度加上搭建椽子的材料厚薄不一，反倒讓屋頂呈現出了別致的造型，但怎麼看怎麼有點像豆腐渣工程。為此，肖恩搬來一根碳化好的原木，插在中間給廚房增加承重度，接着又在所有連接處用木頭增加三角固定。現在就算是鋼筋來了也挑不出半點毛病。緊接着，肖恩設計了個簡單的灶台，然後搬來不要錢的鵝卵石對地面進行整平，再用混凝土進行澆筑。完事後，肖恩再搬來巨石垒出灶台底座，合理的利用資源讓肖恩省下了不少馬內。接着，肖恩又用木板钉出一個模具架在底座上，往裡堆滿大大小小的石塊後，再用混凝土填補裡面的縫隙，凹出造型後，再將燒烤網給安排上。拆掉模具，就得到了能傳承18代的燒烤台。別看這燒烤台普普通通，實則暗藏玄機，在煮菜做飯烤肉的同時還能煮壺茶，簡直把中西結合發揮到了極致。但作為吃貨，僅一個燒烤台肯定滿足不了肖恩的烹飪需求，那麼搭建一個烤箱就很有必要。只見肖恩先用木板搭建出底座，再用混凝土給地基進行硬化，然後用木樁代替磚塊壘砌牆體。接着拿出油具片了些野生木板，開始對烤箱平台進行密封。往粘土裡加入稻草，攪拌均勻。這野生材料澆築出的平台，耐高溫防炸裂的同時還能省下不少馬內。就是這刮膩子的手法，專業泥瓦匠看了都直呼臥槽。等待平台乾燥後，肖恩又在上面畫出烤箱的大小，接着鋪上一層耐火磚，然後用木樁與泥土堆出烤箱的造型。而為了後續能更好的脫模，肖恩先在上面貼上一層紙皮，接着才開始用粘土徹底將模型進行包裹。粘土裡加入乾草後，就完全不用擔心會出現乾裂，但這畢竟是個泥糊的玩意兒，耐得住高溫卻防不住雨水，所以必須給它先整個屋頂。肖恩先取來木板搭建出屋頂的框架，接着再用木板進行封頂，然後斥巨資購置來木片安裝到屋頂作為瓦片。雖然此時下着傾盆大雨，但為了保護好辛苦搭建的烤箱，肖恩乾了一杯感冒藥後繼續冒雨施工。而為了讓風格達到統一，廚房屋頂也必須得全部安排上同款瓦片，將防水性拉滿的同時，顏值這塊也被他完美拿捏。等待粘土乾燥後，接下來便可以將烤箱的內部給掏空。肖恩此時打起了12分精神，要是小手一抖，這波直接前功盡棄，這誰受得了？完事後再給烤箱安排上個木門，隨後肖恩便將篝火點燃給烤箱預熱。這寬敞的烤箱，無論是烤麵包還是烤披薩都能完美駕馭。